这就是我叔婶收了8块钱让我冲洗的男人。也不知道我儿那个病身子到底能不能顺利洞房呀？祖宗保佑，保佑我儿一举得男。我娘说了，让你给我生个儿子。知道。我没力气，你自己拖，拖吧。看来今晚是躲不过了。死了！大清早的你吼啥呢？儿啊，你醒醒啊！你到底是怎么折腾他的？你不知道他有病吗？不是，我没有。你个丧门星，一进门就把我儿克死了。娘，你也配喊我娘？你只是花8块钱换来的冲洗丫头，你要赔我儿子？怎么赔啊？等埋了我儿，你就知道了。才进门一夜就把丈夫克死了，可想点儿！这寡妇以后不好留啊。看看他的模样，你们就出那么点儿打发要饭的呀？他都克死你儿子了，便宜点呗。就是，你想要钱，怎么不去找村西头沈铁匠啊？天天拿大铁锤，浑身煤炭味儿。我咋把他给忘了？沈铁匠有钱，还没媳妇儿。去，这事儿跟你们穷光蛋没关系了。沈铁匠天天拿着一把大铁锤，长得凶神恶煞的，浑身上下都是煤炭味。嫁给他肯定没有好日子过。娘，我求求你了，别把我卖给沈铁匠，我当牛做马伺候您，给口饭吃就行。把我儿子都克死了，还想安安稳稳在家过日子？赶紧给我走！赵家门里留不得你。20块钱，再加1袋粮。他自己愿意吗？愿意，当然愿意。这些算他在赵家吃过的粮。跟我来，今晚先住这里。托周婶改的，先凑合。我要做什么？先吃饭。不爱吃。进了我这院子，你按时过日子就行，门锁在里面，晚上你自己插上。他还没睡。别进来！热水放门口了，烫，慢点用。他只是来送水的，他好像没有传言里那么吓人。你不用这么早起。我能干活，我不白吃饭。在我这里，吃口饭不要紧，添双碗筷而已。我等你吃完再收拾。坐下，那碗是给你的。我真能坐这儿吗？吃吧，锅里还有。谢谢你。哟，这就做一桌吃上了。这不是赵家那个新寡妇吗？男人才买几天，就跑到沈铁匠家里吃香喝辣了。他命硬，赵二好一夜都没扛过去。坐好。他们骂我。听见了。那你做错什么了？没做错，躲什么？腰挺直，嘴硬点，没人敢平白欺负你。话说完了，谁还想站我家门口说？是沈铁匠，我们就是闲聊2句。闲聊去你家门口。你看你咋还急了？我们也是为你好，怕你稀里糊涂替赵家接了个。他从进我家门起就是我护着的人，他克没克谁，轮不到你们张嘴。
再堵门，我去找你们男人问问，是不是自家活太少，才让你们天天盯别人炕头？怕我？怕也正常，我长得不是好人样。谁让你拉的？我想帮忙。这个你拉不动。坐着帮我捡废铁，厚的放左边，薄的放右边，带裂纹的单放。眼睛挺尖。你会做饭，看看能不能收拾。沈大哥，我能不能再用一点糖和酒？做什么？那块木头别放，烟味重。你尝尝。不好吃？好吃。真的？我不会说假话。你要拿去做什么？铁铺旁边有个卖烧饼的，问他收不收。可就这么一点儿。先试。这个也带上，肉贵，萝卜干便宜，穷人也买得起。肉和萝卜干都卖了？卖了。卖给烧饼摊？烧饼摊要了半罐，旁边车马店的人闻见味儿又买走一半，剩下的被2个赶集的抢了。怎么会这么多？照你算的价，肉多加2分，有人嫌贵，尝完又回来买。不是书神赏的，也不是赵家施舍的，是我凭自己的手艺挣来的。这个顺路买的，卤味做的不错，接着做。好，哪怕少了1分，也要重新算。林麦，你在赵家学的手艺，挣的钱当然有赵家一份。先给我哥10斤酱肉，再拿5块钱出来。你的工也要算进去，他凭什么白拿？赵来水，你干啥？不能拿。你跟谁说不能？你是赵家买回来的媳妇，2宝尸骨还没凉，你挣的钱就敢藏着不给婆家？我不是赵家的媳妇了。你拿了我10块钱的身价，亲口说我克死赵2宝，不准我再踏进赵家门。现在我能挣钱了，你又说我是赵家的人，天底下没有这样的理。你算什么东西？放开！进我家抢东西，谁给你的胆儿？什么叫抢？林麦欠赵家的。欠多少？拿账来。谁借的？哪天借的？谁按的手印儿？一样不少。拿不出来就是抢。再来一次，我去大队找会计，10块钱买人，半袋糙米卖人，这2笔账正好一起查。后悔顶嘴？就是怕。怕还能说出来，比不怕更难。
入春后，修模具的人越来越多。沈铁牙白天打铁，晚上送货。他累得坐在灶边睡着。我不能贪多，小本买卖最怕杂货，宁肯少挣也不能杂货。一个稳，一个细，日子像齿轮一样搅和，慢慢转了起来。老支书拿来一把断刃铡刀，刀刃烧红了。你爹要还在，看见你这手艺，准得高兴。他的手被绷紧了，今晚他比平时沉默。你不想说，就不用说，汤凉了伤胃。我原来不叫铁牙，我小时候叫沈小山。我爹是上一任铁匠，我娘身体不好，12岁那年，铁铺走水，我爹把我推出去了。第2年，我娘也病死了。村里说我命硬，说我先克父，再克母。师傅把我接到镇上，山崖经风雨不倒，铁经千锤才成器。他给我改名叫铁牙。20岁，我回村，重新开了铁匠铺。有人上门收保护钱，还踢翻了旧铁担。我砸断木棍，赶走3个人。你为什么不解释？解释过，他们不信。他们想听的不是实话。我信。你说不是你，就不是你。入步子上怎么会有血？我哪里受伤了？没人教过我这些，不能让人看见。没有合术的旧布。傻丫头，这是正常的。这是正常的。棉布要洗净晒软，用草木灰洗，烧热水暖肚子。麦丫头这几天身子不舒服，别让她碰冷水，也别叫她抬重东西。病了？不是病，你一个大男人，别瞎问。门口每天都有一壶热水，灶堂里早塞好了柴。春天井水凉，自己顺手做了。他是怕我难堪，腹部一阵阵发酸。是你害死了我，林麦，做噩梦了。睡吧，我在这儿。你不回屋吗？炉火没封严，我顺便看着。铁匠铺在后院，根本不需要坐在门口看火。姑娘，我这是给你们长久生意，你们省了摊位钱和来回功夫，少赚一点也划算。马掌柜要哪一块肉？自然要肥瘦匀的好肉。送到饭馆，还是你来拿？你们送。坏了算谁的？在你们手里坏了，当然算你们的。送到饭馆后，也得先看是不是卤的不好。节前是当天节还是月底节？月底。按你这个价，我们用好肉自己送，压1个月的钱，还要承担坏货，不是少赚一点，是替饭馆白干。做买卖哪有不让利的？可以让。你3天要20斤，我们按0少价少1成。你当天节前送到饭馆，当面验货，出了门便不退。若要月底结，只少半成。你口气不小。这是我能做的价。你家买卖他做主，他做。
谈崩？怕。为什么还敢说？他压得太低。你每天打完铁还要送货，不能白跑。我守锅也不能白守。账没白交。手艺好只是活下去的本钱，敢给自己的手艺定价，才是真正9种基本。把日子攥进手里。饭馆的现单定下来后，我每天要守3口锅，土灶太高，还得踮脚翻肉，腰都直不起来了。我不能喊累，干不动也得干，喊累只会多挨一顿打。他看出来了，他没接新的农具活，他关在里面2个时辰了。灶架比原来的矮了半尺。试试。锅口还向前倾了一点，啊，锅真的轻了许多。这是给我的。院里没别人用。扶手上还缠了旧布，正好在我惯用左手的一边，连这个他都算进去了。你等一下，我也有东西想给他。旧棉布叠了4层，手肘还补了一块厚皮。你打铁总被火星烫，这个给你。是不是不好？正好。真的合适吗？很好。谁都没提灶架和袖套，气氛却和从前不一样。他每天打铁送货，应该多吃一点。他也知道我够不到。沈大哥，你以后想娶个什么样的媳妇儿？话一出口，我就后悔了。不知道。村里没给你说过亲吗？说过，听见我的名声就不肯。心里怎么有点酸？你呢？什么？以后想找什么样的人？我原以为这辈子不会再想嫁人，不打我，不卖我，肯听我说话就行。生意好起来，也引来了眼红的人。钱老四先是降价，后来他到处说沈家的肉不干净，谣言已经传到饭馆了。争辩没有用，让他们亲眼看。进肉、清洗和下锅，都让他们亲眼看。肉摊票据1张没少，每一道都经得起看。马掌柜又加了10斤订单，墙边有陌生脚印，有人来过这里，得先让人知道他进来了。我不是不怕，怕没有用，得把人证物证留住。谁在后院？你手里是什么？少管闲事！这是我家。你半夜翻墙，我已经喊人了，不能让他抢走灯。人证都到了，脚印、响铃和证物都在。你想毁他的锅？我就是路过。路过不会翻2丈高的墙，也不会带着这个。明天去公社说，不能因为他求饶，就当什么都没发生。你想怎么处置？让他当着集市所有人的面认错，赔这1锅卤汁和清洗院子的损失，还要防着他以后再来一次。再写1张保证，往后坏一次我们的名声，就赔10倍。按他说的。他在集市当众认了错，可这还不够，宁肯损失整锅老卤，也不能让一滴脏东西进客人嘴里。
马掌柜把沈家酱卤摆到了饭馆门口。这一次，我们挣到的是信誉。好你个没良心的东西，在外头吃香喝辣，也不知道孝敬爹娘。你们来做什么？我是你娘。我亲娘姓许，10年前就埋在东坡了。我们养你10年，叫声爹娘委屈你了，叫声爹娘委屈你了。当初要不是我把你捡回来，你早饿死了。我爹娘留下2亩地和1间房，地被你们种了10年，房梁也被你拆去盖了猪圈。我在你家干了10年活，吃的是最差的粮，谁养谁，大队会计能算。不管怎么说，你是我们嫁出去的。赵家那10块钱，赌还没还赌债，真没规矩。你现在挣了钱，先拿20块来。10块钱是10块钱，你们卖我的钱，不是我借的债。反了你了！你再打我，我就去大队问，买卖人口该怎么处理。他的话没听见。你养他10年的账可以算，你占他爹娘田地，卖他冲洗的账也一起算。谁要跟你算？这是客人定的，你早晚遭报应。我最大的报应已经在你家过完了。我刚才是不是太狠了？我婶被你们欺负病了，赔钱。让开。别过来！谁伤的？划了一下。这叫一下。赵家的人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告诉你也没用。谁说没用？他们是因为我找你麻烦，你是不是觉得我只会躲在你后面？是我错了，有件事我也该问清楚。我们没有拜堂，也没写婚书。你若只想落脚，可以一直住偏屋，等你攒够钱，想走便走。那你呢？我？你想让我走吗？我不想。你愿意留下，我便把你当真正的媳妇；你不愿意，我也不会逼你。我愿意，不是因为没地方去，也不是为了那碗饭，我想留下。好，我想给林麦补一场礼。他上回进门，没人问过他，这才像话。成亲衣裳得合身，旧衣洗干净就行。太贵了。成亲衣裳不能拿旧的凑，不图排场，今天图个明明白白，热热乎乎，香味都飘半条街了。铁牙成家是好事儿，别光忙，等会儿你也坐下吃。都静一静。
相亲不是买卖，我得当着大家问清楚。林麦，今日乡亲们都在场，我问你一句，你可是自愿与沈铁岩结为夫妻？我愿意。沈铁岩，你可愿意娶林麦为妻？从今往后敬她、护她，与她好好过日子？我愿意。林麦，今天委屈你了。不委屈。现在家里条件不好，只能摆这2桌。等日子好起来，我给你补办一场更好的、更大的婚礼。这话大家都听见了，日子往后过，心要往一处使。这是我娘留给我的。我知道，以后别放柴草里。你什么时候拿去修的？前几天。再亲近一下。我想在镇上租一间小门脸。若头2个月卖不出去，家里能撑多久？3个月，3个月后还不成就退铺，不欠债。谁守店？我去，周婶帮半天，另一半天我自己。你不用每天送货，省下功夫接铁活。可以。我原想写灵记，手艺是你的，本钱和腿脚有你一半。这里好。尝一片，不买也没事儿。您牙不好，这块给您切软些。我给你留着纯瘦的呢。你还记得我不吃肥的？给你多舀汁儿，烧饼好入味。就差这点儿，还用算这么细？小本买卖，您还差3分。行，补上。价你定，钱你收，我就在门口。剩下的肉不能私拿，每晚可以带1碗卤菜回家。你这么心软，早晚被偷。规矩要清楚，人也要当人看。以前嫌袖套碍事，现在倒宝贝的很。弟妹，能跟他过下来不容易。他说的少，做的多。我只是帮工，哪能拿一半？你出的力不少，打坏了，你也跟着中了3把。为什么分2本？铁铺是你的，酱卤铺有我一份，家里花销各出一半，剩下各自存着。我是你男人，养你应该。夫妻不是谁养谁，你打铁，我做卤味，都是为这个家。若我只伸手问你要钱，日子久了，我又会变回从前那个人。那你关2本。你不怕我卷钱跑了？你要跑，不用卷钱，钱本来就有你一半。那我要全拿呢？给我留点买铁的钱就行。你这个月的月事是不是没来？1个多月，卖相还浅，回去少累着，头3个月得仔细。你上回月事还是我照应的，谁敢乱说？日子明明白白，我替你撕了他的嘴。怎么了？吴郎中说，以后家里要多添1张嘴。谁要来住？铁疙瘩，你媳妇儿有喜了。你不高兴？
真的。放着。我只是怀孕，不是断了手。弯腰也重。现在听不见。我知道。那你听什么？听着安心。林麦，你给我出来！二宝啊，你死得冤啊！你留下的亲骨要跟别人姓沈了，别人姓沈了！好媳妇，娘接你回家养胎。谁是你媳妇？二宝死了才2个来月，你现在怀了1个多月，不是他的种还能是谁的？这是我赵家的姨父儿。听着，日子像是能对上。有了二宝的骨血，你就该回赵家，孩子生下来姓赵，赵家的房子和地都是他的。你若真怕赵二宝绝后，他死的第2天，你做了什么？为什么把我身上所有东西搜走？当天就找人要把我送走。那时我不知道你有了，你霸着我赵家的媳妇儿，还想抢我孙子。她不是谁家的东西，她愿意嫁我，便是我媳妇儿，孩子是我的。你就这么肯定？新婚夜他可跟我儿睡过。滚！那孩子是赵家的。谁教你们说的？我听我娘说的。你们当着孩子面编排我媳妇儿，是觉得她没有娘家？随口说说，哪能当真啊？又听见了。你别每天去找，嘴长在人身上堵不完。那就让他们不敢张。你拿锤下得住一个人，下不住全村。越下，他们越觉得我们心虚。你这名声闹成这样，东西也该便宜点。价格不变，如果不放心，可以不买。货我不退，但这事儿得尽快说清。再拖下去，饭馆也会受牵连。往别人养儿子。怎么不睡？热。那一晚，他有没有伤你？没有。他病得厉害，后来一直咳，天亮前就没气了。我信你。可那些话听多了，心里也会乱一下。是我没把心稳住，委屈你了。铁牙，我知道弟妹是好人，可这孩子的日子，你真算清楚了。有话直说。我不是听赵老太的，我是怕你吃亏。二宝死了才60多天，弟妹就查出1个多月，女人怀孩子差个10天半天，谁说得准？你至少问问她上次月事是什么时候。我不是让你欺负弟妹，更不是让你赶人，哪怕真是二宝的，你愿意养也成。可你得自己明白，不能稀里糊涂。史大壮跟你说什么了？没什么。你不会撒谎。你在想孩子是不是你的？你可以问我。林麦，你可以问我，但不能听别人替我回答。
我有话说，我昨晚确实迟疑了，不是因为我觉得你会骗我，是我不知道那一晚发生了什么，也不知道你上次月事的日子，我怕一直装作不在意，最后把那根刺留一辈子。所以你就不问我，自己在心里算？是，我错在这里。我小时候被人说克死爹娘，可我昨晚也差点这么对你。孩子是谁的？我该问你。你说什么，我信什么。你愿意告诉我，我听。你不愿意说赵家的事，我也不逼。赵二宝死后的第12天，我来过月事。周婶给我送过布，你也给我烧过几天热水。后来我们成为夫妻，是他死后的第37天。1个多月，迈向还浅。这个孩子只能是你的。对不起。你不该因为孩子是你的才道歉，你该道歉的是，宁肯听别人议论，也不肯直接问我。是。以后呢？以后有事只问你，别人说什么都不算。信任不是一句话，往后你做给我看。好。孩子的账，今天当众算清。后第37天，吴郎中诊脉日。赵二宝死后的第12天，我来过一次正常月事。那几天周婶照应过我，沈铁牙每天替我烧热水。死后第37天，我才与沈铁牙成为夫妻。第65天，吴郎中诊出1个多月的身孕。谁能证明你那是月事？没准是怀了孩子见红。他来我这里时脉象浅，按他说的日子正好1个多月。若是赵二宝的，至少该有2个月上下，脉象与反应不会一样。你收了沈家的钱？我行医30年，没拿过沈家1分钱。你可以不信我，但别乱讲。我在赵家第2天，你为什么搜走我的陪嫁？我伤心。为什么当天便叫几个光棍来相看？那时你根本不在意我会不会怀孕，也不在意赵二宝有没有孩子。现在我有铺子，有收入，你才突然想起赵家的血脉。真盼孙子，哪会第2天就卖媳妇儿？他是眼谈沈家的生意。二宝啊，你命苦啊！你想念赵二宝，可以去坟前哭，别再拿他压我，更别拿我的孩子填你的后半辈子。孩子的日子清楚，是沈家的。赵家往后再借这事闹，按扰乱别人生活处理。今天委屈你了。不是你让我说的，是我自己要说。我不想让孩子将来问我，为什么别人给他编了一个爹，我却不敢开口。春耕将至，家里的地没人种，粮缸也快见底了。你以前在我家受了委屈，我给你赔不是。往后孩子生了，我不抢，我就偶尔来看看。若是从前，我或许会因为一句软话心软。他盯着的不是我，他只是换了一种手段。你若真知道错，先去大队把10块钱买人的事说清，再把我的陪嫁还来。你怎么这么记仇？因为吃亏的人是我，你觉得过去了，是因为藤没落在你身上。可惜了。你觉得我该原谅他？不是。鸡蛋没错。笑什么？笑你比鸡蛋还不会劝人。我没想劝。风波之后，我第一次真正放松下来。怀孕快满3个月，胃口还是不好，安胎药隔2日喝1次，药一直有小栓送来，还是和往常一样的包法。
可今天的味道不一样，这股苦香比平时刺鼻，里面多了一种东西。这些都和以前一样，这几片暗红的干花我没见过，我不认得。可这东西不对，沈大哥连铁夫的活都停了。先让吴郎中认清是什么。这是红花，少量活血，孕妇轻易不能用。你这腹里放的不算多，喝一次未必出大事，但连喝几副，极可能腹痛见红。谁放的？我方子里没有，药铺也不会无缘无故添。这件事太狠了。他未必想害死，若只是让你身体不适，再说沈家照顾不好，要把你接回赵家，也说得通。我就偶尔来看看。现在去，他不会忍。等他再害你。我们要抓住是谁换的药，没有证据，他只会倒打一耙。第一副药先留作证据，先让对方以为我们没有发现。第二次送药，铺子里要和平时一样。沈大哥从药铺后门开始盯，小栓离开药铺时，药包完好，现在只等药包送进铺子。赵来顺果然来了。2块糖，就让他动了药包。他带着原药包回村了。真正的药还在赵家。我没想害孩子，我就是想让他肚子疼几天，他一害怕，我再去接他，他就会跟我回赵家。你拿他的命赌？不会死的，吴郎中都说那点药不会死。那孩子呢？沈铁牙，你这一锤下去，他受伤，你也要赔进去。我们已经有证据，让大队处理。你怕我觉得你软弱？我怕刚才控制不住。控制住了。差一点儿。差一点也是没有。你以前护我，是站在门口吓退别人。今天你护住了我，也护住了你自己。我不敢想那药真喝下去会怎样。所以以后药和吃的，我们都多看一眼。怕不是坏事，怕能让人仔细。他踢我了。还不到月份，是你手在抖。不是，就是他。风波过后，生意反而更好了，人多了，规矩更不能乱。肚子渐渐大了，我的精力有限，铺子扩得太快，手艺和卫生容易失控。先添2名帮工，不急着铺大坛子，每个人都得知道自己该做哪一步，肉从哪家摊买，不能只凭记性。焯水多久也得有准数，老卤每天怎样过滤也不能省，剩货几点前处理也要人人看得懂。自认的少，就让图形替我说清楚。生意靠我一个人的鼻子，永远做不大。规矩人人都能照着做，东西才不会变味。他听完以后，什么也没多说。我把每种香料的分量量给他看，他把规矩刻进了勺柄里，哪怕不识字，也不会拿错。我的味道变成规矩，他的铁变成了工具。他家里穷，刚来时什么都格外小心。他午间常常能只喝水，可偷就是偷。石大壮以为小满一定会被赶走，
沈大哥没有先赶人，他妹妹已经2天没有吃饱，饿是真的，塔铁也是真的，错要记在账上，饿也得想办法解决。偷就是偷，不能因为穷变成对，但饿了可以开口。下次再偷，走人。他给的不是让人跪着领的恩，给一袋粮能救眼前，还得让人以后能自己挣，不是白拿钱，是做多少算多少。给一份有尊严的活，才能让人走远。夏末以后，孩子动得越来越明显。我是爹，别踢你娘。出来后教你打铁。若是闺女呢？也教。你不想要儿子延续香火？火在炉里，手艺在人身上，儿子闺女都能学。祖宗保佑，一举得男。他盼的不是一根香火，只是一个平安的人。那就说好，孩子将来想学什么，由他自己选。好。我不抢了，就让我看看孩子出生后的样子。你想看的不是我的孩子，你想看的是赵二宝若活着，本该给你的那种日子。二宝是我唯一的儿子，所以你难过。可我也是我娘唯一的女儿，你的难过不能抵掉这些。我可以赔，你赔不起。往后别来了。原谅不是必须完成的功课。难受。有一点。想让他看孩子？不想。那就不看。别人会不会说我心狠？腰挺直，不怕。生孩子你能帮什么？烧水。林麦是个大胖小子，母子平安。怎么这么小？刚出生都这么大，你还想让他扛锤？抱抱他，手托这儿，别僵成铁板。这眉骨，这鼻梁，跟他爹一个模子刻的。我早说这孩子像沈铁匠，耳朵也一模一样。是啊，他是你生的，也是我盼来的，像谁都一样。沈安，不求香火延续，不求光耀门楣，只求这个孩子能平安，能走自己想走的路，就叫好。试供3个月，月底结账，损耗按单据算。铁牙这是沾了媳妇儿的光啊！是。他护我，我也护他。换了吧。留着，提醒我第一锅肉卖了多少钱。那块红糖多少钱？唉，打铁好累。娘，我以后开酱卤铺。不学打铁？上午打铁，下午卖肉。沈铁牙，你当初不是说自己不会哄孩子吗？不会可以学。账先看清，再下手做。娘，
这屋没人住了，为什么还留着它？因为娘第一次来这个家时，你爹把门纱留在了里面。门纱不都该在里面吗？是啊，本来就该在里面。这些值很多钱吗？现在不值。那为什么收着？人可以穷，可以怕，也可以一时说不出话。只要手还在自己身上，路还在脚下，就能慢慢挣出属于自己的日子。去铁离的来了。不急。本来就该在里面。